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开箱我的口袋名单哦。对于一个爱吃火锅的人来讲呢，不管是像这样的下雨天，还是一个大夏天，吃火锅都完全不受影响。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很难看到说，就在这样一个看似比较普通的一个台北公寓大楼里面，其实有一家我非常爱的一个火锅店。虽然它的价格并不是说非常的优惠啊，但是会让你觉得说这个钱花下去非常的值得，是物有所值嘛。这个价格就是平日午餐的价格698，平日晚餐和假日全天是798，加99是和牛吃到饱。这个就是他们的菜单啊，然后用时的话是120分钟，每次是限点12样，每样呢最多3份，种类也非常的多。即使你没有99元的加点和牛吃到饱，其实它的肉品已经非常的丰富，我个人觉得已经非常的够了。小沙朗、嫩煎、黑牛，个人觉得都是非常好吃。剩下其实这个空间是非常的宽敞。来看一下冰，有哈根达斯，哇，有3组冰，这是一个瑞士的品牌。吃的都是外子的，还有生还有茶水，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。这边应该还有水果，只有1颗果蜜，这边是一些甜点，还有鸡蛋哦，和牛乳肉、和牛牛肉，还有猪肉。这个是和牛的卤肉饭，和牛炙烧寿司，1份2罐。经典是养生白汤，还有鱿鱼螺肉饭是它的招牌汤，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来的话一定要来点一下。我真的很爱吃火锅，其实我对于火锅的酱料要求并不是很高，其实就是蒜加葱加醋啦，原来一直是这个模式。但是我的先生跟他一起吃过火锅以后，我发现他的调味远胜过我的调味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每次吃火锅都是他来帮我调配。然后我就发现说，台湾的酱料一个主打的元素一定是那个沙茶酱。牛肉的香气，那请问大家为什么沙茶酱在台湾那么流行？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哦。现在进到我最阿里了。你觉得饭太多了吗？你不这样就是了，你真的够了。我那么爱吃，我们现在去内蒙古玩吧。哪有的时间了？平常来这边都是带小孩来，现在没有小孩，会不会觉得少了什么味道？就是没有小孩的时候吃的会比较自在一点，就是这张嘴巴是长在自己身上的感觉。有小孩的时候只顾着孩子的嘴巴，但是就觉得说像这种吃到饱的火锅，其实又觉得不带孩子很遗憾的，因为他们那么小。他们有吃不了多少，但是每次火锅又可以吃的比较丰富，就可以吃很多不同的料，就感觉好像这一餐营养比较均衡吧，所以就觉得不带他们好像心里又有点过意不去的感觉。那我们在台湾吃这么多火锅了，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？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新店有2家，这其中有一家是肉真多，而且很新鲜，口感也很好。然后在那个生日月的时候，如果去吃，它还会送一盘真的是量很足的虾，
我觉得这个老板非常大方。然后还有一家是蔬菜很新鲜，虽然它的肉可能相较于稍微普通了一点，但是它蔬菜还有它的海鲜就是吃到饱，所以我就觉得也是蛮不错的。如果我选择火锅店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，当然食材新鲜是首先的嘛，然后它的空间可能做的要舒服一点，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带孩子出席，如果太挤的话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，因为我们家属的还是比较爱吃肉的，那一些素食主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你吃太多肉，但现阶段对还是肉比较爱，牛肉主要是爱肉，然后蔬菜我也非常爱，我女儿也很爱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两个都会要求比较多一点。关于价格的话，就是说相较于看它的食材吧，我们觉得比较够得上它的价格，我们都会比较可以接受的。那大家有什么推荐的火锅店呢？也可以跟我留言哦。另外我也很想尝试一些素食的餐厅，如果大家有推荐，你可以给我留言哦。那暑假去上海要去10几20天，现在没有什么规划了吗？因为我很想去内蒙古，因为我没有去过，然后就觉得说，过2岁多4岁，感觉也可以稍微出一下远门的感觉。可能的话，想说邀请一些特别的朋友一起来拍一些也是。之前爸爸一个朋友在内蒙古的朋友，就是想给他寄那个羊肉给他吃嘛，他觉得那羊肉实在是太好吃了，然后他就很想说寄到台湾来。那我说台湾不可以进肉的，肉不可以带入境的。所以你要回去吃羊肉哦，所以你要叫他再寄一次是不是？那我怎么好意思啊？那如果去内蒙古的话，也就有机会吃到更好吃的羊肉。他们水果现在补充上，肯定有余震，最近余震真的很多，有媒体说我们会有一些就是震后的一些症状，就是感觉好像一直散播，我就觉得好像我也迷幻了这个。都还好，可能还是有点对于地震的事情还是有点担忧。元午节到台湾以后才开始吃的水果，那之前好像没怎么看到过。我觉得莲子真的好好吃，那雪棒好吃，解渴。为什么我会挖出这么一片一片的？少。你要吃多少种？我就是每个量少少，然后每个味道都尝一尝，这样子。不过我突然发现这个很适合情侣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写麻辣鸳鸯锅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为大家开箱的这个时捞麻辣鸳鸯火锅。那我个人非常喜欢他们家，是因为他们家的肉品还有他们的海鲜蔬菜都是无限吃到饱的啦。然后我个人觉得，就算你没有点到和牛，它本身原有的那些牛肉的选项也非常的有好的品质啦。其实今天也是我们的夫妻约会日啦，难得平日休个假，那难得孩子不在啦，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，就算是工作日也能出来，然后分享一顿美食。我知道就是夫妻经营的关系对于这个家庭来讲非常的重要，但平时我们的工作事务其实都还蛮繁忙的，但是这样的一个假日期间，两个人今天还是暴雨哦，我们还这样携手出来，我觉得还算是蛮有情调，也蛮浪漫的。因为一起经营夫妻约会，对孩子来说也很重要啦，彼此是最重要的另一半嘛。所以如果夫妻感情好的话，孩子也会感觉得到。其实我们每天每个人变化都很大，如果不花点时间彼此相伴的话，我觉得会猛然之间发现，这个人我有点不太熟悉。我觉得我学到一个蛮有用的，就是关于爱的5种语言，其中有一个就是精心时刻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对于
自己所需要的爱的形式会不太一样。那我先生他其实是很需要精心时刻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互相陪伴，就是专注在对方身上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可以一起享受一顿美食，虽然非常简单，但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。那今天的火锅开箱还有我们的夫妻约会日就到这里咯，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咯，不见不散。